我想要做一个真正的记者，我想调查清楚霍元甲为什么会毒死孙无极。你凭什么说是我师父毒死他的？凭什么？那你们为什么要毁坏尸体呢？毁坏尸体？我说的好像是对付尸体吧？我学过法医。你是谁啊？瑞士医生费德勒，还是欧洲四大报纸的特约记者。你是记者？新闻记者。那你是来？我是来调查真相的。虽然我跟霍元甲是朋友，但如果他真的下毒害死了人，我绝不会为他做伪证。好，我们赶紧开始工作吧。这里是案发现场，不能放过任何细节。你可以帮我记录。怎么样？也不知是谁给知府大人出了主意，要力斩霍元甲。什么？哎呀，您别急，还没行刑呢。一定是谢大人帮忙周旋，多谢了。哎，不是，您甭谢我，我可没那么大能耐。您慢走。是那位救了霍元甲。多谢谢大人。先生，请留步。你是？在下精武门农进尊，见过先生。精武门的人，什么事啊？听说是您救下了霍元甲，农某在此谢过。要谢得谢荣先生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只是也不急着谢，因为霍元甲的命还没算救下来呢。您的意思是？虽说徐大人给了荣先生面子，但毕竟是人命关天，要有人告状。徐大人的意思是要救霍元甲，得去找陈真。陈真，你是霍元甲的帮手。陈真兄弟好眼力，在下精武门农进尊。这位是。少啰嗦！你喊我做什么？请我去砸了精武门的牌子？别急，今天知府大人砍了霍元甲的脑袋，我师父的大仇得报，我就能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。之后我必去上海滩，砸你精武门。哎，陈真兄弟且慢。此番孙老前辈猝然而亡，作为徒弟的你万分悲痛，我很理解。不过陈真，我虚长你几岁，也比你多走几年江湖。有几句话，我想与你推心置腹。人越在悲痛的时候，越需要格外冷静。尊师亡故之前，都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仔细回忆回忆。我想他老人家中毒这件事与霍元甲毫无关系，毕竟袁家的为人我是了解的，他绝做不出这种事来。住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跟我讲起道理来了。霍元甲是什么人？我亲眼所见，打不过我师父就下毒害人，卑鄙无耻！你们精武门没一个好人，你跟霍元甲是一丘之貉，快让开，别挡大爷的路！真真，你别急嘛。要我说，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，好好聊聊。赶紧滚开，不然别怪大爷不客气。哎，陈真，哼，滚！
年纪轻轻就称自己为大爷，不合适吧？你又是谁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农先生说的挺有道理，而你根本就听不进去。年轻人，路还长着呢，照你这么个走法，可要掉河里的。哼，又来了一个想教训你家陈爷的是吗？陈真，你在气头上骂我2句无所谓，可左叔是上海滩荣先生府上的大管家，你放尊重点。怎么尊重啊？你起码听我们把话说完吧。走，找个清静的地方坐坐。我请陈真兄弟吃顿便饭。不必了，我陈真虽穷，但是我凭力气吃得饱饭，不用你请。更何况，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清楚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年轻人，别把话说绝了。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商量的。那怎么商量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师父已死，据我所知，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家当。你还年轻，用不着跟谁结下冤家，对吧？所以，我想劝你撤了诉状。当然，这也是荣先生的意思。再说一遍。哎，陈真，哎，左叔，陈真，你放心，撤了诉状，并不是说就不再调查你师父遇害这件事。孙老前辈的死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但不能毫无证据的冤枉霍元甲，这不公平。你说你还做了这么块牌子，要送给知府大人，万一知府大人为了这名声，顺水推舟错判了案子，那以后可就没有机会查出真凶了。农先生说得对啊，再世包公，你这后生真是憨呐！现如今，大清朝的官场上，哪有一个包公啊？我就倚老卖老一回，毕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。我就直说了吧，年轻人，日子还长着呢。师父虽死，你也得替自己将来的生计好好想想。我知道你有力气，但是光靠卖苦力为生，能有什么出息啊？一辈子都无法出人头地。只要你撤了诉状，就是给了荣先生面子。那以后到了上海滩，还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呀？真的？当然。左某的这双眼睛最懂得看人。你虽面相憨实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。撤了诉状吧，银子、宅子、女子，你要什么随你选，荣先生都能满足你。哼，说了半天，这荣先生是谁呀？要什么给什么，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！我陈真想要天。你说什么？天？什么天？就是你们头顶上的天。我师父就是我的天。我师父被霍元甲毒死，我的天塌了，我让霍元甲拿命还我的天。你这个姓左的，一开口就阴阳怪气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教我走路。我告诉你，陈真我生下来就没有爬过，落地就是2条腿走路。倒是你，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，对吧？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走，才不掉进河里。我说。你陈爷没打你们一拳一脚，没碰你们一下，老大不小，自己连路都不会走，专门往水里跳，还舔着脸跟我讲道理，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。
啊！救命啊！行，哎呀，这个小刺佬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都怪你！练武之人最重气节，更何况陈真憨直。哎呀，你看他说什么？银子、宅子、女子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我不是为了救霍元甲吗？要不是他老婆来求荣先生，我才懒得跑着腿呢。可元甲绝不可能下毒害人，让你这么一说，陈真会以为我们想花钱收买他，岂不弄巧成拙？你说霍元甲没有下毒害人，你看见了？他一个练拳的，想争武林第一。孙无忌比他厉害，擂台都摆在家门口了，他也不敢出来应战，又被报纸上煽风点火，他能不心生记恨？难道您也以为是元甲下了毒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你还到这儿干什么？我是荣先生的管家，荣先生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得做什么。在这儿，我们有巨大的发现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俩怎么了？都湿了，掉河里了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啊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海荣县上的大管家，专程来营救元甲的。振生，快见过左叔。霍门大弟子刘振生，见过左叔。好说好说。看你们都这么兴奋，有什么发现？还有何玛丽小姐，我们找到了证据，可以证明霍元甲不是下毒的凶手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松赞府为霍洗净罪名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何玛丽小姐，我怎么听这名字有些耳熟啊？没错，她就是之前《海上新报》那位署名河马的新闻记者。不过那些假新闻不是她写的，都是那个姓曹的总编编的。她就是不愿意编瞎话，所以被那个姓曹的总编赶出报馆了。她这次来啊，就是想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写出有良知的新闻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我为我曾就职的《海上新报》造谣感到耻辱，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。哎，何小姐啊，你放心，我们精武门的人啊，都是光明磊落。你看农先生是个文人，可也侠肝义胆，只要知道坏事不是你干的，不会为难你的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吧，走吧，我迫不及待了。好，走。自从师父死了，我来报官，您一直成全我。我知道您是个好人，愿意帮助我这个无依无靠的穷小子。我希望您好人做到底，帮我把这块牌匾转送给知府大人。我也是诚心诚意。刷金漆花了我不少银子呢。陈真啊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为什么？这实不相瞒啊，本来今天就要行刑了，这霍元甲都被押上断头台了，可是有个人来了一个刀下留人。谁呀？这你就别打听了吧。会不会是上海滩来的？什么荣先生的管家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是他。怎么，他带着银子来的？知府大人收了银子，不肯替我做主了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要不，你再回家等等。我等不了了。师傅死了3天，还没有下葬。霍元甲的脑袋不砍下来，师傅他老人家入土难安。哎，徐大人，您是包公在世，替陈真做主，砍下毒害我师傅的真凶霍元甲的脑袋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您不能收了银子就放了凶手，您是朝廷命官，得对得起良心。哎呀，你再这样，我可就帮不了你了。哼，我不用你帮，老天有眼，我陈真不信邪。你，哎你。
老天爷，您睁开眼睛看看，松江知府徐大人是包公在世，一定会替陈真做主，砍了凶手霍元甲的脑袋，绝对不是收人钱财、替人消灾的贪官。害怕见不着松江知府呢，现在等着就好了，应该马上就会出来。苍天有眼，日月昭昭。我恩师霍元甲，无故蒙冤，还请松江知府徐大人还恩师清白，不要被小小的这块牌匾阻塞了双耳，蒙蔽了双眼。冤啊！老天有眼，替陈真做主，砍了霍元甲的脑袋。徐大人，请替恩师做主，还恩师清白，惩处这诬告陷害的小人。谁说的是这样？徐大人说了，你们这是扰乱府衙，乱棍打走。是，住手！这两个人，一个有仇，一个有怨，知府不审也就罢了，为何还要打人？是洋人。这位先生，让您见笑了。他们俩有仇有冤，我们知府大人会管的。只不过他们这个样子有失体统啊！你们两个，快走快走，别让杨先生看了笑话。那什么样子才不失体统呢？啊，我听说过，是击鼓鸣冤。我也有冤，不来击鼓。洋人，那洋人击鼓干什么？他说有冤。洋人有冤，赶紧升堂。把击鼓鸣冤的请上来。谁让你们把他们都放进来的啊？我让你们请的是击鼓鸣冤的杨先生。是我带他们一起来的，我们需要大人审的是同一个案子。你也是为霍元甲的事儿而来？没错。那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我是瑞士过来的费德勒，是一名医生，兼欧洲四大报纸的特约记者。哎呀，失敬失敬。来人呐，看座。是。你是请我坐吗？那好吧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对，看茶。谢谢。折腾了半天，又累又渴。刚才谁击的鼓啊？有何冤情？是我击的鼓，但按照先来后到，第一个是他，第二个是他，第三个是我。哎呀，杨先生，您不用管他们，您先说。那不行，这不公平。再说，击鼓很累呀，正好歇会儿，先听听他们的，再说也不迟。好，您恭候，我尽快啊。你是第一个，你说。大人。
人在上，跪下答话。我是来给大人送匾的。大胆！大唐之上居然敢公然行贿本官！这不是行贿，这块木牌子也值不了几个钱。虽然涂了金漆，可是涂得薄，也没花我几个钱。你哪那么多话？再薄的礼，只要带进府衙，都算行贿。那不拿到大堂之上就不算了？我听说原本今天大人要砍了霍元甲的脑袋，可是为什么又不砍了？难道是有人在大堂之下给大人送了厚礼？大胆刁民，竟敢诬陷本官，给我拖出去打！是。他只是说说而已，要是被打了，那他可就真怀疑了。费先生说的有道理。你先报上名来。我叫陈真。哦，你就是陈真呐？你告的状，本官已经受理，不日就将为你做主，让霍元甲抵命。多谢大人，这块牌匾，请您收下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赶快抱着你的破木头牌子走吧。他不能走。你是第二个，又是谁啊？我乃闸北精武门刘振生，霍元甲是我师父。恩师从未下毒行凶，却被陈真诬告，请大人替精武门做主，还恩师清白，惩处诬告的小人。哼，你怎么知道你师父没有下毒啊？其实案情本官早就掌握了，今天就是试试你们老实不老实。现在我把这个案情原原本本的复述一遍，你们好好听着啊。霍元甲呢，是个有点名气的武师，可早就落魄了。不久前呢，来到上海滩，他得养家糊口啊，所以就开了家叫精武门的武馆，收徒弟骗钱呗。没想到啊，碰上孙无极带着徒弟来挑战，人家把擂台摆在了精武门门口，霍元甲硬是不敢出来接招。本来这事儿啊，嘿，不算什么，可是上了报纸，成了新闻，那霍元甲也要面子呀。一想，我怎么能挽回面子？只能找孙无极真打一场，碰碰运气。结果让人打得稀里哗啦，霍元甲又气又恼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表面上客客气气送药，实际上在药里下毒。大人果然明察秋毫，您就是在世包公。大人，您不能一厢情愿，妄自猜测，真相绝非如此。大胆刘振生，比武之时，霍元甲只带你一人，他要是凶手，你就是从犯。来人，拿下！大人且慢。大人，既然陈真给您送上的牌匾写的是在世包公，那您就得把案子审得清楚明白。还有这么多的疑点呢，怎么就要抓人呢？你是谁啊？公堂之上怎么出了个妇道人家呀？本人海上新报前新闻记者何玛丽，现为上海4大报纸的特约撰稿人。记者？你一个女人抛头露面，当什么新潮派啊？霍元甲这个案子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。关于霍元甲，海上新报总编辑曹达人写了很多不实的报道，却署了我的名字。我必须要把这个案子弄清楚，写一篇真实的报道，也算是还我自己一个清白。哼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在公堂之上擅谈清白，你……大人，清白不光指女儿身，我是新闻记者，我要的清白是我署名的报道必须真实。
您是松江的父母官，您的清白就是不能草菅人命。大胆！公堂之上竟敢信口开河，说本官草菅人命，你就不怕我治你的罪？作为记者，我可不会信口开河。据我的初步调查，霍元甲确实是被冤枉的。你跟刘振生一起来的，你们是一伙的吧？嗯？你说霍元甲冤枉，证据呢？费德勒先生在这儿。我听说西洋人办案最讲究证据。费先生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听。证据，当然有了。费德勒医生，就在这里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霍元甲送给宋不羁药物的残渣，我提取了样本。好啊，你这个洋人私自摸到我的住处去，你是贼！陈真先生非常指示，采取非常手段，但这也没办法。我要还你一个真相，希望你不要继续冤枉后人。这费德勒先生跟他们一起来的？好像是。精武门竟然勾结洋人！师傅大人，快砍了霍元甲的脑袋！哎呀，闭嘴！费德勒先生，您接着说。真真，我想知道，这个药为什么被扔到了九角江根，连砂锅都摔破了？师傅！真真，我问你，你想掩盖什么事实？我没有。那宋不羁中毒的时候，可有其他人在场吗？实不相瞒，就是说我是朝廷要犯。你若是报上我的名姓，必定会给你招来麻烦。所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别说见过我，更不能说我来过这，知道吗？没有，就我和师傅俩人。那药罐子不是你扔的，难道是你师傅扔的？也不是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摸进我的住处，准是你们把药罐子摔了。你，真真，公堂之上，你可要说实话。姓农的，你跟霍元甲是同伙，害死我师傅，准是你出的主意。你，大人，这些人，包括这个洋人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都是农敬孙请来骗大人的。别再听他们费口舌了，赶紧砍了霍元甲的脑袋，替我师傅报仇。您可是包公在世啊！本官这不正在查案吗？真相尚未查明，怎么能随便砍人脑袋呢？啊！我才知道的这些残余药物，第一时间我就送了一份样本到松江医院，经那里的医师进行了化验。这是医院给出的证明。这家医院拥有当今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本地区最优良的医师，是可以信赖的。啊，那是，本官知道这家医院是你们洋人开的，信得过。师傅大人，您可不能让这个洋人给骗了。哎呀，陈真，你少插话，听着吧。大人，这个洋人一定收了精武门的银子，我师傅喝了霍云甲送的药，就直接死了。这个药里不可能没毒，您得替我师傅做主。我师傅死得惨啊！你，的确，宋木基死得确实很惨。我看见完他的尸体后，发现他死洋人！你说什么？我师傅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折腾他老人家尸体，我跟你拼了！
还不保护杨先生？陈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洋人不都是你想象的那样？这位费德勒先生，他既是医生又是记者，不是用洋枪洋炮欺负我们的洋人。费德勒先生之前学过法医，就是专门研究尸体找出死因的医学。他之所以要去检查孙无极的尸体，就是为了发现他被害的原因，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哎，这个妇道人家讲的有道理。陈真，你要再敢咆哮公堂，本官我直接给你打出去！衙役何在？在。大人，我替将被告人霍元甲也请到大堂上来，一起听一听，如何？费德勒先生说的有道理，霍元甲下没下毒，提他上堂一审便知啊。嚯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费德勒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在前不久，一到上海就听说你谈的官司，我就赶来了。元甲，师傅，您受苦了。陈真，你害死我师父，我一定要让你拿命来偿！陈真，不要再血口喷人。师傅，费德勒医生已经找到了证据，孙无极的死跟您没关系。不，知府大人在上，霍元甲有罪，请大人秉公判处。大人，他已经认了罪，快砍了他的头！元甲，你说什么呢？以你的人品，我绝不相信你会下毒害人。我当然没有下过毒，但正如医道所言，望闻问切4个字，成为医之纲领。我既没有学过医，也没有请郎中给孙老前辈看病，就妄自断论，抓了药，并以礼相送。孙老前辈是如此的信任我，竟毫无戒心地吃了药。现在孙老前辈归了西，一定是我送的药不对症，导致他老人家。孙老前辈叱咤江湖多年，受过的内伤何止1、2，我又怎么可以只看到皮毛就给他送药呢？大人，霍元甲有罪，愿为孙老前辈偿命。元甲，孙无极的死绝不是因为药不对症，他是中了毒。药用错了就是毒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大人，元甲已被押送至断头台，却心有不甘，打算以武相托。刚才在牢里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想了想，孙无极前辈是武林泰斗，他在上海与霍元甲比武之事已上了报纸，路人皆知。现在他老人家因为我归了西，霍元甲若不以命相抵，大人如何结案呢？陈真，我知道孙老前辈并无自私，你是他唯一的弟子。待我死后，请代我在他坟前磕3个头，赎罪。霍元甲，你误会了。这位小姐，我们好像并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。我是原《海上新报》新闻记者何玛丽，笔名何玛。没想到胡编乱造者竟然是位女子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又想编造什么样的新闻？师傅，之前咱们误会何小姐了，报纸上那些瞎话不是何小姐写的，她就是不愿意胡编乱造，所以才被报馆出名了。那些假新闻都是曹达人写的，借用了何小姐的名字。霍师傅，孙无极所中的是剧毒，不是喝错了药。
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叫你大侠了。你这种担当真的能配上这个称呼，但是你确实误会了。孙无忌的死与你送他的药应该毫无关系。当然，我看见尸体的时候，发现孙无忌身体呈弓状，双前紧握，脚趾蜷缩，可见死前出现过剧烈的抽搐，初步断定死与马前子冲突。马前子，费先生是说孙无忌是被千机药所杀？是。费医生说过，西方和中国一样，都在很早以前就在马钱子当中提取药物成分，如果适量使用，有通络散结、消炎止痛的作用，还可以兴奋中枢神经。对，但是如果使用过量的话，就变成了剧毒。中毒之后，先是脖子发硬，接着肩膀跟大腿痉挛，最后一点点蜷缩成功。最恐怖的是，即使死后变成尸体也会抽搐，因为死状类似于千机，所以又名千机药。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宋太宗赵光义用这种药毒死的。马钱子，千机药，一定是霍元甲在药铺买了这种药。霍元甲，你在哪个药铺买的药啊？寿安堂，但是我的方子里并没有马钱子。大人，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。来人啊，到寿安堂问问，是谁给霍元甲抓的药啊？是。草民寿安堂掌柜万叫什么？本官不想听，别啰嗦了。抬起头来，你看看，你身边这个人认识吗？认识，3天前在我那儿抓过药，还有他，药方子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方子上一共有12味药，那可是好方子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行了，你只要告诉我，药方子里有没有马钱子就行了。马钱子？没有，方子上没有这味药，该物一旦食用过量，便生毒性，难以掌握。故而我寿安堂从未受过此药。此话当真？大人，寿安堂乃100年老店，从未因小利而出售劣质药材。像马钱子这种风险极大的药物，就更不敢出售了。对啊，那天是我帮着抓的药，方子里没有马钱子，我们药店也没有这味药啊。行了，下去吧。陈真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我明白了，药房抓的药是好药，但是马钱子是霍元甲自己带过来，掺在药里面，害死我师父的。陈真，你疯了吧？怎么开始编瞎话了？陈真，你忘记了吧？刚才我说过，药渣化验过，里面根本没有马钱子。就是嘛，费德勒先生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你这个洋人，跟霍元甲是一伙的，我不相信你的话。那我问你，你师父喝药之时，你可在场？在。除了药以外，他同时还吃了什么？他还喝了酒。他是怎么喝的？直接用酒坛子还是用酒碗？当然是用酒碗。何玛丽小姐。你师父用来喝酒的可是这只碗？这是我师父的碗，你怎么给打碎了？我还说等师父下葬的时候让他陪着呢。大人，孙无忌和陈真的住处原本是一个酒窖，里面有很多只酒碗，但多数落满了尘土，明显无人使用。屋内在小桌上，我找到了3只碗，1只是药碗，
两者是旧碗，但从摆放的位置上看，都不是孙无忌用的。孙无忌爱喝酒，这一点在来的路上，尤先生已经告诉我了。我曾经怀疑他会用自己的酒碗蹭了药，但经过仔细勘察，新奇的何玛丽小姐找到了这只被打碎的碗。先生，你能告诉我是谁将这只碗扔到酒窖外的瓦砾堆里吗？瓦砾堆？不可能！谁敢扔我师傅的碗？下主旨。当然，这只碗我也拿到了松江医院化验，碗里的残留物除了酒，还有高浓度的马钱子成分。幸好这2天没有下雨，不然就化验不出结果了。当然，据我的初步推断，是这只碗里的毒导致孙无忌身亡。下毒人为了陷害霍元甲，拿走了这只碗，并扔到瓦砾堆。陈真，先前费德勒先生问你孙无极中毒之时有无第3人在场，你说没有。这么说，下毒之人就是你了。让我想想，登报找霍元甲比武的是你陈真，你想靠打败霍元甲出名，结果没想到连你的师傅都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所以说你就恼羞成怒，气急败坏，害死你师傅，嫁祸霍元甲。你还来告状糊弄本官，陈真呐，陈真，你可恶至极！拿下！是。等一等，大人，陈真本性纯良，他和孙老前辈相依为命，怎么可能害死自己的师傅呢？请大人明察。嘿，你怎么还替他说上话了？你看这让本官如何办案呢？哎呀，牙疼！陈真，当时我问你熬药的砂锅是谁扔到墙根去的，你说不是你。我又问你可有第3人在场，你说没有。当时我观察你神色之中似有隐瞒，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。我一直说的都是实话。还有我们都不相信你会毒害自己的师父。你说出实情，我们也许可以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。陈真，你记住，这霍元甲是武林之上第1大恶人。此人面似忠厚，实则诡计多端，阴险狡诈，且党羽众多，有时候官府都为其所用。你要是害怕，不，我一定要状告霍元甲，替师父报仇。好啊，霍元甲，果然是你勾结官府，明明是你毒死我师父，现在却要污蔑是我。我也指望不了这个贪官替我做主了，我要杀了你，替我师父报仇！陈真，师父，霍元甲，你给我等着！
就算我变成厉鬼，也要让你给我师父偿命！押进大牢，押进大牢！对了，他会武功，尤其脚上功夫最厉害，锁上，找个最大的铁链子给他双腿锁上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。陈真绝对不会毒害他的师父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师傅，那咱还管啊？袁甲，抓凶手也是松江府该干的事，和你我无关。我最多是一个合格的法医，我们谁都不是侦探。看松江知府的那个样子，他根本就不会缉拿真凶。霍元甲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吧。是啊，这次要不是左先生奉荣先生之命前来搭救，你的性命堪忧啊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好。说的是啊，师傅，你被官兵抓走了之后，奶奶一着急就晕过去了，眼睛又看不见了。什么？我娘？咱们快回家吧，奶奶和师娘都快急死了。好。不行，陈真被关进了大牢，谁为孙老前辈料理后事啊？孙无忌不是你的敌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关他？老费，这个你们洋人就不懂了。袁甲，你的心思我明白。这样，你赶回上海，先让老夫人和嫂夫人放心，我留下来为孙无忌料理后事。我办事，你总该放心吧？不好，孙无忌是武林前辈，生前我和他老人家以武会友，酣畅淋漓，在我二人心中，相互之间已成莫逆之交。作为武林后辈，我必须亲自为他老人家料理丧事。师傅啊，振生，你师父心意已决，我们又怎么能拦得住他？左叔，辛苦您回到上海后，先到精武门，帮着报个平安。好。老费，我留下陪袁甲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你呢？这个地方很美，四处飘着酒香，我早就尝得流口水了。我也留下。那各位，左某就先走一步了。辛苦左叔了，请转告荣先生，他日袁家必会登门当面道谢。好。哎，袁甲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先行祭拜孙老前辈的遗体，再料理后事。哎，你怎么还跟着？霍元甲为孙无忌料理后事，这才是好新闻啊！什么新闻呐？你别写了，没看我师傅那么难受啊！不许写。再说我师傅不爱上你们那个什么烂报纸。不是，刘振生，你师傅霍元甲无罪的重要证据，那只被打碎的酒碗是我找到的，我是你的大恩人，你不应该感谢我吗？再说了，不感谢也就算了，但你不许对我大喊大叫，也不许瞪眼睛，否则就是恩将仇报。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应该照顾我才是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住哪个客栈啊？干嘛？帮我要间上房吧。啊？我可没钱啊，就当你们请我住了。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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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乡们，动手吧！不用了，冤家，让他们来，你歇歇。让老乡们回去吧，我不需要帮手。你给孙无忌守灵，3天3夜都没合眼，对得起他了。各位老乡，今天入土为安的是武林中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。袁家希望每一仙土都由我自己来。干什么？你说你师傅怎么不说点什么？师傅都那么难受了，说什么呀？他不说点什么，我怎么写文章啊？写什么呀？你又瞪我，那天我说什么你忘了？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？晚饭都没看见你。霍元甲也没有吃啊。那我师傅是在心里边给那个孙无忌守孝呢，你为啥呀？我空有这洋洋洒洒的好文章，可惜没地方发表。你写我师傅那文章写好了？嗯，那还不容易，就发你们《海上新报》呗。哦，忘了，你被除名了。那个喜欢胡编乱造的曹总编肯定不能登你的文章了。哎，不对，你不用指着他呀。之前不是说你是上海4大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吗？刘振生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嗯，我那是大堂之上糊弄知府的。为了引起他对霍元甲案子的重视，这你也信？不是真的。当然不是了。上海滩那么多家报馆，可就没一个愿意招收女记者的。要不然，我怎么可能会去《海上新报》那么差劲的报馆？哎，说实话，是不是因为你笨，总写不好，人家不要你啊？你胡说！这是我这3天写的新闻稿，自己拿去看。没想到，你一个小丫头居然知道什么叫武林，什么叫侠义。你又叫我什么？啊，我忘了，应该叫你何玛丽小姐。嗯，你文章写得这么好，
应该叫你河马先生。这要是登在报纸上，肯定能还我师父清白，能还武林正气。荣先生，松江那边的事，霍元甲已经料理完了，明天就回上海。他混过江湖，下了船一定先来拜谢您。哼，不稀罕。左叔啊，这2天我也在琢磨啊。你说这个霍元甲也是个人才，可险些就毁在这小报手里了。是啊，这海上新报的曹达人太可气了，这种人就不该活在世上，要不把他扔进江里。那么个跳梁小丑，别让他脏了黄浦江的渔夫。不过最近这报纸的销量他是上去了。如果这海上新报还在这种人手里，他整天的报假新闻，弄得上海滩乌烟瘴气的，这不太好啊。这个容易啊。老左，我的门生里边有没有做报业的？这还真没有啊。所以我说吧，人才最难得。哎，我倒突然想起了一个，可惜呀，是个女流之辈。女流之辈？女流之辈怎么了？霍元甲的王氏夫人就是女流之辈，可人家识文断字，我非常敬重她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去办。总编，曹总编，时间到了，该定稿了。标题你们想好了没有啊？想好了，就等您一锤定音了。哎，各位同仁，都把稿子拿过来吧。总编，总编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哎，这个好，杂劳劫狱，精武弟子欲救师尊，尽数剿灭，松江府衙诛杀祸匪。这个标题要登上去，报纸一定能多卖呀！是，你写的？是我总编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，亏你能想得出来呀！您都天天不让我们回去睡觉，这都是被您逼出来的。什么？哎呦，错了，都是总编您教的好。教得好。这报纸啊就得有看头。你说离上海这么近的松江，匪患猖獗，杂劳劫狱，这大伙儿当然要买着报纸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对。送到印厂啊，比昨天多印2000份啊！哎，总编，可是万一霍元甲他没被杀头怎么办啊？对呀，是啊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先把明天的报纸给我卖了再说。是，快去！你们干什么？二位，深夜到我报馆有何贵干？哪位是曹达人呢？我就是。荣先生想请你吃宵夜。谁？荣先生。哪位荣先生啊？哼！上海滩还有第2位荣先生吗？
荣幸。曹主编，请吧。左叔，人来了。走吧。请吧。好。这是上哪儿吃宵夜啊？停！不是吃宵夜吗？你不是荣先生？荣先生，我见过他。他说请我吃宵夜，在哪里吃啊？喜欢吃鱼吗？喜欢。救命！救命！这苏州河里的鱼好吃吗？一河水没吃着啊。那就再下去。饶命！饶命！荣先生，饶命啊！荣先生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现在想起荣先生了。那天在精武门的门口，荣先生教训过你，让你不要在报上胡编乱造。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哎呦，我该死！我以后再也不敢胡编乱造了。完了，荣先生已经不信任你了。别！我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只要能饶过我这次，报国就是荣先生的了。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金孙，怎么了，冤家？跟我来。金孙，你可不可以再回一趟宋江？为什么？那个宋江知府是个糊涂官，我担心啊，糊涂官乱断糊涂案，怕他砍了陈真的脑袋。他呀，哼，活该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？要不是他登报比武，怎么会出这么多乱子？精武门好不容易在上海立住了脚，险些被他给毁了。哎，他只不过是个孩子，而且啊，他是个练武奇才。我的徒弟中，大有的武功最高，但是他呢，顶多和陈真打个平手。要论天赋，陈真比大有要高得多。你什么意思？孙无忌前辈性格古怪，江湖传言他从不收徒。这个陈真在江湖上无人知晓，但恐怕他是孙无忌前辈留下的唯一弟子。陈真生性纯良、孝顺，爱憎分明，将来啊，大有可期。金孙，你就再回一趟松江，打通一下关系，设法营救陈真。可是，万一孙无忌真的是被陈真毒死的呢？那不可能，我从陈真的眼神当中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金孙，就当我求你了。好吧，多谢了。嗨，咱
咱们俩还说什么谢？左叔，左叔，这么巧，你怎么也在码头啊？巧，我是专程来接你的。啊？哎呦，这可不敢当。冤家从小就喜欢走路，这次又被关了几天牢，恨不得撒开腿多走些路呢。我不是怕你找不着门吗？左叔说笑了，冤家虽然初来上海，但是精武门的门还是找得到的。这么说，我这是白来了。啊？费德勒是我的朋友，他来到上海，按理说应该由我亲自陪他，但是我着急赶回家，那就麻烦左叔帮我送一下费先生吧。啊，费德勒，这次要不是因为你，冤家差点就命丧松江了。今日先让左叔送你，等安顿下来之后，我再派人去接你，回精武门痛饮谢恩，如何？没必要送了吧？哎，左叔既然已经来了，我们如果不用他的车，反而不恭敬了。啊，是吧，左叔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吧。这么漂亮的黄毛车，我迫不及待的想坐。费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没工夫送你。走。嚯，他生气了。是啊，哎，镇上，刚才为师是不是有哪句话讲的不得当啊？没有啊。师傅，这个左叔今天阴阳怪气儿的，咱先别理他，回家吧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荣先生对为师来讲是救命恩人，左叔也为了为师专程去了松江，刚才肯定是为师有哪句话没说对。改日登门道谢时，赔罪便是。只是费德勒啊，师傅，我叫辆车把费先生送回去吧。也好。何小姐。啊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啊，大家再会。左先生，你有事吗？左某奉荣先生之命，恭请河马先生就任《海上新报》总编。什么？您别开玩笑了。曹大人的报馆已经卖给了荣先生，荣先生欣赏你的才华，请你出任总编，全权负责《海上新报》的事务。请吧，我送你去报馆。河马先生，由你出任《海上新报》总编之事，我已向报馆宣布过了，大家都表示欢迎。欢迎何总编，欢迎。至于谁留下，谁走人，全由你决定。
何总编，何总编，何总编。你回来了，师傅！大家都起来，来，都起来，来。师傅，刚才大家伙还商量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们就去松江砸牢劫狱。大友，以后这种话千万不要再说。咱们开创精武门的目的，你又忘了？诸位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大家伙习武不辍，为师非常欣慰，只是未能亲自教习，还请大家伙多多见谅。师傅，您言重了，师傅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师傅，您回来就好了。对，回来就好。快扶我起来，娘，我儿回来了，慢点，小心，儿啊，小心娘，我儿在哪儿？慢点，娘，娘，我儿啊，娘，您的眼睛，不打紧，不打紧，老毛病了，早晚都要瞎的。我儿回来了就好，儿回来了就好。儿又让您担惊受怕了。儿不孝，给您磕头了。不着急磕，不着急磕，娘跟您有话说。娘单独跟你说。娘，那儿媳先告退了。那我也告退了，娘。有事您叫我。快起来。哎，娘，您坐。来。咱们必须马上离开上海。娘，为什么呀？天下衙门都是朝廷开的，他们是一伙的。你这次又进了大狱，他们一定能追查到你杀死了英嗣。快走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逃了。娘，这次袁家是一不小心进了大牢，但是和英嗣无关。不可能，孙无忌是英嗣的大师兄。别以为娘不知道，你现在天天上报纸，普天之下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你已经来到了上海。过去的冤家仇家都会来找你的，你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那还有个好。娘，听娘的吧，虽然娘眼睛看不见了，可这心里不糊涂啊。走吧，带着一家老小，咱们去深山老林，哪怕天天吃野菜，娘也不怨你。娘，袁家这次来上海开设精武门，是怀揣着重建武林、造就新风的雄心壮志的，怎可以轻言放弃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也不能躲躲藏藏一辈子。那个英嗣罪大恶极，就连他的大师兄孙无极都觉得他恶贯满盈，更何况这事都过去2年多了，哪有衙门在追究啊？袁家，打小你就不听话，你爹棍棒之下都管不住你，为娘只能以死相逼了。娘，你要不听话，娘就一头撞死。娘，您别这样，娘，你听我说，娘，快来人呐！
儿啊，娘，娘，走。娘，你要说什么？娘不让费医生给他看病。啊，费医生，请您理解。娘，走。我已经去了圣约翰医院，早在2个月前我就接到了这家医院的邀请来做医生。正如我所预期的，那里医疗条件非常好。我建议老人家应该住院接受治疗，不然生命是有危险的。放心吧，就算扛，我要把娘扛到医院去。冤家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去跟娘讲讲道理，叫她听医生的话，去医院住院治病。娘现在在生你的气，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费德勒都说了，有生命危险。费先生，请您先回去，明天我一定送老人家去医院。夫人应该有办法，相信她。同学，爹在呢，啊，不怕，做噩梦了？对，我梦见有人来找爹比武，被爹打死了，官府就要砍爹的头。同学，咱不怕啊，这是梦，爹已经向奶奶保证过，再也不比武了，放心吧，啊。爹，拉钩。好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好。拉完钩你也放心了，睡吧。爹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啊？什么秘密啊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夜里我醒了，看到娘正在哭，她对肚子里的小弟弟说：“爹回不来了。”这是娘瞎说的，骗你玩的。同学不信，睡觉，爹陪着你啊。嗯。谁在那儿啊？儿媳王氏。我睡觉不用你陪。我不是在陪您，是在等您。等我什么？等您睡好了，送您去医院。
洋人的医院我不去，你别惹我生气好不好？儿媳不敢惹您生气，我慢慢等着便是。想起庚子年洋人的恶行，我就恨。我怎么能去他们的医院呢？此洋人非彼洋人，您忘了，在天津的时候，费德勒还帮元甲戒毒呢。振声说，在松江，要不是费德勒镇住知府，元甲也不会这么快出来。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快回去睡觉吧。不急，等娘什么时候想开了，儿媳就去睡觉。你爱睡不睡，我是困了。你当我是跟洋人生气呀？我是恨我自己不争气，连儿子都不听我的话。元甲他最孝顺了，怎么可能不听娘的话？我让他，他就是不听。娘是想让元甲离开上海，避祸于山林。就是啊，时至今日，不必要掉脑袋的。娘，元甲要是甘做池中之物，又怎么会惹下这么多惊天大祸？你呀，你男人四处惹祸，你还替他说话。我男人那还不是您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？我听说少时他体弱多病，您和公公都不让他练武，结果拦住了。你少气我，我要睡了。